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5月10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独家洞察：浙江实干部，政治高度不一定很高，但发展经济有办法。浙江干部为人实在，做事具体。他们是专业干部，做事的干部，不是政治干部。他们政治高度不一定很高，说大话比较少，比较实在。我的一些同学，处级、厅级干部，他们讲话很少像那种文件语言，或者像一些官员讲的那种书面语，那些人民日报和各种文件中规范的八股文，他们讲的是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相比之下，北京干部说的话，云里雾里就听不懂，要回去再琢磨。他们用非常官方的语言，可能也表达了一些不同的意思，可是理解起来比较辛苦。浙江干部做事也比较直截了当，拐弯抹角的比较少。浙江干部政治兴趣比较小，搞经济有办法。搞计划经济这一套不行，因为过去没有这方面经验，不懂。市场经济方面，浙江的干部都是专家，都像个老板一样。你如果跟他谈一个项目，谈一个行业怎么发展，搞经济，他兴趣很浓。你跟他谈政治，一般来说就不是那么感兴趣。他也会谈，但不是那么的感兴趣。我觉得一个国家有少数几个人仰望星空就够了，实际上一个就够了，不需要那么多小太阳。中国的体制小太阳很多，文革的时候讲毛主席是万岁，林副主席是永远健康，小太阳是有点健康等等。许多地方领导喜欢把自己当做一个小太阳，浙江干部更多的可能是愿意当星星月亮，政治上没有很多的追求。很多浙江干部也不愿意到外地去当干部，提拔他也不去，他在家乡待着就可以了，企图心不是很大，在本乡本土做点事就可以。浙江人，浙江经济系列之21。本文作者野风，浙江研究学者。苏丹冲突给中国的非洲贷款战略带来新的打击。金融时报：中国至少向苏丹提供了50亿美元的贷款，而苏丹的冲突可能会危及北京与非洲的金融接触战略。在截至2020年的10年间，中国实体向苏丹提供了价值155亿美元的贷款。到2022年初，苏丹对中国的当前债务为51.2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本应通过石油运输偿还的石油预付贷款。随着苏丹危机的加深，观察人士表示，中国国有实体向非洲提供的贷款总额中，近80%是提供给陷入财务困境的国家。中国国有股因获利而反弹。彭博社：由于投资者抛售主要集中在金融和基础设施领域的股票，中国国有企业股票的涨势已经失去动力。中国国有企业在岸指数下跌 1.5%， 香港基准沪深300指数下跌 1%， 昨日下跌 0.9%。虽然中国扩大国有企业融资渠道的最新承诺最初是这些收益的背后原因，但投资者现在呼吁进行有利于企业的金融改革，以支持未来的增长。国家安全突袭后，中国的外国公司处境艰难。半岛电视台：随着中国反间谍法的扩大以及针对咨询公司的国家安全突击搜查，在华外国公司变得越来越焦虑。由于他们的工作对在中国开展业务至关重要，人们的担忧加剧了。美国商会会长 Eric King 敦促中国当局更明确地界定公司可以或不能进行此类禁止调查的领域，以使外国公司能够更加遵守中国的法规。最近的调查只影响了少数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然而对他们的不公开却引起了整个外国商界的不安。在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之际，透明度不够，无法让市场重拾信心。巴基斯坦热衷于用人民币支付俄罗斯石油进口。彭博社：根据该国电力部长的一份声明，巴基斯坦的目标是达成一项长期协议，用人民币从俄罗斯购买原油。来自俄罗斯的第一批石油已经以美元支付，但对于未来的采购，巴基斯坦希望使用人民币，因为它与该国有货币互换安排。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寻求避开美元以实现其目标，而巴基斯坦则在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情况下，努力避免债务违约。科学提出访问问题后，全球病毒数据库登清。南华早报：全球共享所有流感数据倡议 Decide 在科学杂志领导的一项调查提出了透明度和访问问题后，正在努力改善其治理和运营。
DeCide 支持科学家共享有关流感基因组的信息，并且是追踪 COVID-19 变体的主要工具，拥有最大的 SARS-CoV-2 序列库。科学杂志发表了有关科学家在质疑其准确性后暂时无法访问 DeCide 数据流并收到恐吓电话或信息的详细说明。乔治城大学的劳伦斯·戈斯汀 （Lawrence Gostin） 将这些揭露描述为引发了有关 DeCide 的重要问题，并呼吁 DeCide 将民间社会纳入广泛包容的治理结构中。香港大学病毒学系主任 Malik Peiris 赞扬了 DeCide 对科学贡献者的保护，并称赞它实现了基因信息的快速交换，并补充说，数据可以在初始共享阶段后转移到其他可访问的平台。习近平最新打击对准对冲基金首席执行官。彭博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平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对协助全球投资者了解中国的咨询公司和研究人员提出了挑战。上周，中国当局将目标对准了 Capvision Pro Corporation， 他们指责该公司泄露国家机密并与外国情报机构有联系。Capvision 声称拥有2000多家客户，包括跨国公司和对冲基金。贝恩公司和明茨集团的员工也面临询问或调查。镇压行动是更广泛的反间谍活动的一部分，尽管批评人士表示，它也起到了阻止外国投资的作用。中国继续努力吸引国际公司进入该国，总理李强承诺，随着国家摆脱 COVID-19 封锁，将为这些公司提供广阔空间。美国贸易代表会见中国部长，标志着两国关系转暖。彭博社，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定于本月晚些时候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两国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这次会议将成为美中之间最高级的面对面会面。此次会议原定于5月25日至26日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举行，但尚未得到中国商务部或美国贸易代表的正式确认。然而，这次会议标志着美中可能恢复沟通，并可能进行重要的双边接触，包括拜登总统和习主席之间的通话。两国在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限制中国获得高端技术的出口管制等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有所升级。尽管销售不佳，三菱汽车仍坚持中国市场。日本时报，尽管来自国内竞争对手的竞争日益激烈，但三菱汽车否认了其计划退出中国汽车市场的报道。虽然这家汽车制造商在中国面临生产停滞和销售低迷，但首席执行官加藤隆夫告诉记者，尚未做出离开中国的决定，而是表示这家日本制造商需要一个克服困难的计划。加藤表示，三菱在湖南的工厂将于6月重新开工，但承认截至3月的季度销售额可能会再次下降。日本和法国誓言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时报，日本和法国誓言要携手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即使中国继续扩大其影响力。这一消息是在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的双边会谈中宣布的，他们在会谈中确认了对台湾的集体看法没有改变。面对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日本正努力加强其在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关系。这次会议召开之际，美国通胀数据公布前港股连续第2日下跌。南华早报，由于投资者在美国公布通胀数据之前持观望态度，港股下跌，预计结果将影响美联储的利率决定。这导致恒生指数下跌 0.7%， 而科技指数下跌 0.6%， 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7%。美团下跌 1.7% 至 127.90 港元，京东下跌 1.2% 至 134.90 港元，比亚迪下跌 0.5% 至 238.80 港元。同时，两只个股周三首发，中芯国际上涨 8.3%， 浙江万丰化工在上海飙升 37%。亚洲主要市场也出现下跌，日本日经225指数下跌 0.4%， 澳大利亚 S&P ASX 200指数下跌 0.2%， 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 0.1%。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3w.6dubrief.com。谢谢您的收看。